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吉。今天呢，我要 review 的东西呢是来自 First Player 的 All-in-One 的 CPU Water Cooler 啦。它的 model 的话是 Thunderstorm TS240。在 review 影片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去按订阅咯。按了订阅过后，就别忘记按小铃铛，还有分享我的 video 啦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 review 的影片吧。Let's go。 Thunderstorm TS240 除了这个 model 以外的话，它还有另外一个 model 是 TS360。那 TS240 跟 TS360 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就是在它的那个 radiator 的 size 啦。就 TS240 的话是240mm， 那 TS360 的话是360mm。接着呢，我就来介绍它盒子里面到底装有什么东西。First Player TS240 里面有的话是 First Player 的 User Manual，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不会装的话，可以参考这个 User Manual 来安装你的 Water Cooler。接着呢，这边我们就有 ARGB 的 controller， 还有 ARGB 的 splitter， 还有风扇 power 的 splitter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有 radiator 的 screw 跟风扇的 screw。接着呢，我们有装 heatsink bracket 的 screw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有 Intel motherboard 的 bracket， 里面还有 Intel 1200跟1151，还有12066，还有2011的 mounting bracket。里面的话也是有 AMD 的 mounting bracket。里面的话还有 thermal paste。里面呢还有两个 120mm ARGB 的风扇。那盒子里面最后呢就有我们的主角啦 ，First Player Thunderstorm TS240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进入安装的影片吧 ，Let's go。
在这边呢，我也做个简单的介绍它的 spec。First Player TS240也是能支持大多数的 AMD 跟 Intel 的 motherboard， 那它能 support 什么 socket， 我会 list 在这边给你们看。那因为它能 support 的话，其实讲也是太多了，是大多数新到旧的话都能支持得到。First Player TS240也是支持 ARGB Sync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就比如说你的 motherboard 不支持 ARGB Sync 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它给的 ARGB controller。First Player TS240它的那个 bump 的 speed 的话，最高的话是能去到2400 RPM。它2个 ARGB 风扇的速度最高的话能去到1500 RPM， 那最低的话是能去到600 RPM。现在我所用的 CPU 的话是 Ryzen 的第1代的1700。在这边呢，我也做了游戏的测试。那像我在玩这个游戏 Valorant 的时候，像它的 temperature 的话，都是会维持在60以下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for 这种 budget 的 all-in-one water cooler。那我也做了温度测试，给 for 这个 Adobe Premiere Pro 的 export 的时候的话，它的 temperature 的话是不超过70度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for 这种 budget 的 all-in-one water cooler。OK， 那 review 的影片的话就到此为止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 for 这个 TS240 from First Player 的 all-in-one 的 CPU water cooler 啦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来讲它好的地方，就我本身我觉得好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在这个 TS240 的这个 cooler， 它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它那个 ARGB 的灯的话是非常的漂亮，就可以看回去之前我的影片，就刚才 review 的影片，那我就播放回去给你们看。那这个 ARGB 灯的话是非常的亮，就照亮我整个 PC 也变成 ARGB 的灯了，那这个是非常的好。那你就不用另外买 ARGB strip 来装了，那你就省下一个20-30块啦。那这个是非常的好。那除了它 ARGB 灯够亮够美以外的话，在它价钱的话也是非常的美。它价钱的话也是非常的公道啦，就价钱的话也是249马币，也是非常的便宜。那除了价钱非常的便宜以外的话，那在它安装的方面的话也是非常的轻松。就你看回我刚才安装的影片，只是压在上面就把那个4个螺丝锁上去而已。那我的是 AMD 的 motherboard 啦，那我装的方面的话，其实讲也是没有什么困难，非常的简单啦。安装起来就新手的话也是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，是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不会装的话，它那里面的话也是有 installation 的那个纸给你看，到底是怎样安装啦。那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的贴心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说它的那个 radiator 上面的话也是有放着它那个 First Player 的这个 all-in-one water cooler 的这个 model number 在它上面，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。可惜呢，就是在我的那个 casing 的上面呢，就挡到就看不到了。那你比如说要看得到的话，就可能是要装在前面才可以看得到它那个 model。First Player TS240 的 cooling performance 呢，在这个价位呢是算很不错了。那我刚才的话，我也是有做玩 game 的 test 跟做那个 video editing 的 test 的时候的话，它的 temperature 的话呢是不超过70度了。那在这个价钱是非常的不错了。那在这个安装这个 First Player TS240 的这个 liquid cooler 的时候，我就有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它的那个盒子里面的话，它就没有给你那个 AMD 的bracket 啦，那你就要用回你自己 motherboard 给的那个 bracket 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就要提醒大家，那当大家在装 AMD 的 cooler 的时候的话，那个 bracket 的话呢，记得收起来啊。那就比如说你没有收的话，就要另外去买啦。
那刚才呢，我已经跟你们分享，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呢，跟我有遇到问题的地方了。那就比如说呢，你想找一个 budget 的 all-in-one 的 CPU water cooler 的话，像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比如说，好像你想要找一个 ARGB 灯很亮的话，像这个。买这个就对了，或者是想找入门级又容易安装的 all-in-one water cooler 的话，像这个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也想谢谢 First Player 赞助我这个 all-in-one water cooler 来让我拍这个影片。那就比如说你们想看更多 First Player 的 product 的话，就比如说想要了解更多 First Player product 的话，可以去他的那个 Facebook page 按个赞。那如果你想买这个 First Player 的 TS240 的这个 all-in-one CPU water cooler 的话，我也是有放链接在下面，你也可以直接跟他们买。OK guys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。那就比如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别忘记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跟订阅我的频道。那近期呢，我就要快破1000个 subscriber 啦，那就帮忙啊，就帮忙 subscribe 一下啦。就如果看到我的话，也是可以按 subscribe 啊 ，subscribe button 是 free 啦，就按几下啊，就帮我破1000啦。OK guys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。那我是老鸡啦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